欢迎收看天桥下，我是木之编。今天是我的第一期节目。这个频道专门改编童话故事和历史故事，让你可以对熟悉的故事有不同的感受和乐趣。今天第一期节目，我们就来讲一部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白雪公主。先别急的回到上一部，我知道你看过白雪公主，不就是说白雪公主吃毒苹果的故事吗？但如果白雪公主天生神力，勇敢复仇，故事会怎样发展呢？就让我说给你听。话说白雪公主出生后，母亲就去世了。1年后，国王娶了新老婆。这新皇后美丽，但是高傲，自以为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。她有一面会说话的魔法镜子，她经常问魔镜：“魔镜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”魔镜总是回答她：“皇后陛下，您就是最美的女人。”每当她听到这个答案，就心满意足。但随着白雪公主一天天长大，有一天，当皇后问魔镜：“魔镜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”魔镜说：“哦，皇后陛下，您是昨天最美丽的女人。”皇后一听这话，无比妒忌，说：“昨天？为什么是昨天？今天呢？”“今天，白雪公主比你美丽10倍。”皇后气得咬牙切齿，嘴巴都歪了。魔镜说：“20倍。”魔镜里，皇后的眉毛渐渐皱成一团。魔镜说：“30倍。”皇后气得浑身发抖。魔镜说：“只要皇后您杀了白雪公主，不就又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了吗？”皇后犹豫地说：“我怎么能就这样杀了她呢？”魔镜说：“她比你美50倍。”皇后说：“我要怎么做才好呢？”魔镜回答：“很简单，只要找到一个猎人，叫猎人把公主带到森林，一刀下去，不就结束了吗？”于是皇后秘密找了猎人。这一天，白雪公主正在学习绘画，猎人借口说森林里有一株很美的五彩兰花，想带白雪公主到森林里去欣赏。公主不疑有他。当他们走进森林深处，猎人突然从腰间拔出锐利的猎刀，对着白雪公主，准备取她的性命。白雪公主吓得开始哭泣。猎人看着无辜的白雪公主，一时心软，说：“哎，可怜的公主，有人要取你的命，你走吧，别回来了。”可怜的白雪公主一个人走在森林里，天色渐渐暗，远处的狼叫声回荡在森林里，让她害怕起来。她加快脚步，却被树根绊了脚，整个人滚下山坡，身上的洋装都扯破，头发散乱，脸颊都肿了。但他没有停下脚步，幸好在天黑之前，他找到了一座木屋。他敲了敲门，没有人回应。他开了门进去，看见火炉上有一锅炖肉。他又饿又累，于是吃光了整锅炖肉，吃饱了便躺在床上睡着了。白雪公主睡着不久，木屋的主人7个小矮人终于回来了。他们在屋外就听见巨大的打呼声，于是小心翼翼地开门。他们看见有陌生人躺在床上，于是蹑手蹑脚来到白雪公主身边，生怕把她吵醒，然后用一张渔网罩住白雪公主，并且把她压紧。白雪公主发现有东西压在身上，就立刻惊醒。昏暗中的小矮人看起来非常吓人，白雪公主不禁尖叫起来。她尖锐高亢的声音让小矮人也吓得大叫，于是白雪公主叫得更尖锐刺耳。小矮人受不了这穿脑魔音，一个个晕倒在地。白雪公主怕小矮人是坏人，于是用网子将小矮人们一网打尽。过了一会儿，小矮人们都清醒了。一个小矮人说：“我的肉很难吃的，你放了我吧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你要钱是吧？我给你钱。”又一个小矮人说：“还是你要人？我可以跟你结婚生孩子。”7个小矮人七嘴八舌，乱成一团。白雪公主大喊：“别吵了！”他们还继续吵。白雪公主一声尖叫，才让他们闭嘴。白雪公主知道小矮人们不是坏人，便放了他们，并且跟他们说了自己的经历。小矮人们都非常同情她的遭遇，所以决定让她住下来。而白雪公主也表示自己会帮忙工作，不会给小矮人们添麻烦。隔天一大早，太阳刚刚露脸，白雪公主就起床工作。她拿着篮子到外面采集野菇和蔬菜，凭着自己曾经参观皇宫厨房的印象，为小矮人们做了野菇蔬菜粥。可惜她从没下过厨，
煮的米既没熟又太咸。但是小矮人们都非常体贴他，没有人对他的厨艺表示不满，每一个都边吃边称赞。白雪公主看着大家的鼓励，也涌起了信心。她心想：原来我有做菜的天分啊！她给自己也盛了碗粥，入口的一瞬间，感觉咸的舌头都麻了。看着小矮人们津津有味地吃着，她也不好意思吐出来，只能硬着头皮吞下去。一个小矮人说：真辛苦你那么早就起来做早餐，这个粥煮得真不错啊，里面加了什么？白雪公主回答：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外面松树下可爱的红底白点蘑菇和一些野菜而已。红底白点蘑菇？对啊，红底白点蘑菇，大概像鸡蛋那么大。对啊，像鸡蛋那么大。还有淡淡玫瑰香。没错，那味道超棒的。啊！7个小矮人全部跳起来，冲向屋外，一边跑还一边脱裤子。白雪公主说：你们怎么全都跑了？哎呦，我的肚子！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一起生活了3个月，皇后才又想起了她的魔镜。这一天，她愉快地来到魔镜面前，问道：魔镜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魔镜回答：是皇后陛下您。最想杀掉的白雪公主。皇后气急败坏地说：什么？魔镜说：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们住在森林里，每天吃蔬菜水果，而且生活规律，皮肤是更加光滑细嫩，笑容也更灿烂了。只要她一笑，就能让海啸倒退，让火山停止喷发。除非你杀了她，否则她永远都比你更美。皇后怒不可遏，她知道肯定是猎人骗了她。她在房里走来走去，思考着除掉白雪公主的方法。这一次，她决定亲自出马。这一天，她乔装成卖苹果的老妇人来到小矮人的木屋，打算用毒苹果来毒死白雪公主。这时候，白雪公主正举起斧头劈柴，只见她卷起袖子，露出健壮结实的手臂。当她猛力挥动斧头劈开木材时，皇后都能感受到土地的震动。不一会儿，白雪公主劈的柴已经叠成了一座小山。当她终于劈完最后一块时，白雪公主说：啊，这块是石头。白雪公主放下斧头，皇后才从草丛后面站起来。这时，天空中传来一声洪亮的鸟叫声，皇后又赶紧蹲下。她顺着鸟叫的方向看，那鸟正站在最高的树顶，距离地面足足有50公尺高。白雪公主从木屋的墙上取下弓箭，说：晚上可以加菜了。白雪公主把箭搭在弓上，拉弓对着树顶放箭，嗖的一声，一只大鸟便从树上掉了下来。她开心地捡起了大鸟，回小木屋。皇后从草丛后面站起来时，刚好踩断地上的枯枝，啪的一声，吸引了白雪公主的注意。白雪公主扭转身体的同时，拉弓放箭，她动作流畅优美。那支箭直直朝皇后方向而去，射穿皇后手中提篮里的3颗苹果，也射进了她的麻布衣。皇后哎呦一声，便倒在了地上。白雪公主一看到射到的猎物居然是个老太太，便赶紧跑了过去。她蹲到皇后伪装的老太太身旁，为她检查伤势，幸好只射破衣服，没射到人。白雪公主拔出弓箭说：对不起，我以为是麋鹿，你没事吧？皇后装成老太太的声音说：我没事。白雪公主嗅了嗅皇后，您身上的味道是皇后？我怎么会是皇后呢？小姑娘，你认错了。我不会记错的，这是皇后最喜欢的香水，她身上永远都是这个香味。当初猎人放走白雪公主的时候，并没有告诉她，想取她性命的人正是皇后。但皇后担心事迹败露，当然不能承认。皇后说：我只是个普通的老太婆，怎么可能是尊贵华丽、高雅动人、美艳大方的皇后呢？好吧，那大概是我认错了。那么老太太，你怎么会独自一人来这里呢？我带了1篮苹果要到市场去卖，可是都卖不掉。小姑娘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，买一些好苹果呢？这皇后假装颤抖着将篮子提起。白雪公主趁机捏住皇后的下巴，一把扯下皇后贴在脸上的假脸皮。白雪公主说：我就说您是皇后，你还不承认？你是来带我回去的吧？呵呵呵，我就想给你个惊喜呀！我当然是来带你回去的，你现在安全了。
来，这是我专程买给你吃的苹果，吃一个，我带你回皇宫。果然如皇后所料，白雪公主一吃苹果就抽搐倒地，嘴角不停冒出黑色泡泡。如今，皇后终于如愿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一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狂笑，丢下一整篮苹果和不停冒泡的白雪公主，快步离开森林。人们下班回到木屋，看到地上躺着个人，都赶紧围过来。一个小人拿起树枝戳了戳男人的肩膀，戳了戳男人的脸颊，也戳掉男人脸上的黑胡子。小人齐声说：“哎呀，这不是男人，这是白雪公主呀！”没想到公主还是惨遭毒手，小矮人再也无法叫醒她。他们做了一个玻璃棺材，并将白雪公主放进棺材里。公主看起来如此安详，就像是睡着一样。小矮人们希望有一天白雪公主会醒来，但是又怕她醒来变成僵尸，所以只好把玻璃棺材抬到山上，伤心离去。白雪公主被安置在山上好长一段时间。阳光炙热的时候，她被晒得汗流浃背；大雪落下的时候，又把她冻得浑身发抖。最惨的是下雨天，雨水会从缝隙流进棺材里，有好几次她都差点灭顶。1年后，一个王国的王子带着几个随从在森林里打猎。他们看见山上有东西，于是走向山上。当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棺材旁边，拨开棺材上的落叶，王子看见被烈日晒黑又脱皮的白雪公主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可怜的这美丽的女人，年纪轻轻就得皮肤病死了，还被摆在这山顶上。我们带她下山吧。”王子一行人抬着棺材下山，走到半山腰时，后面的随从不小心扭了脚，让棺材掉在地上。白雪公主口中的那口毒苹果却因此掉出来。奇怪的是，公主中的毒居然渐渐消退，她也慢慢的恢复知觉。她感觉自己在晃动，接着听到铁锹挖土的声音，然后她被抬起又放下。这时的她已经可以慢慢睁开眼。她看到有土向她倒过来，她本能地伸手去阻挡，才发现自己在棺材里。他吓得大叫，但因为太久没喝水，喉咙发不出声音。这时，棺材上的土已经掩盖他的视线。他将双脚缩到胸前，用力一踢，将棺材盖直接踢飞。王子和随从吓得魂飞魄散，随从四处逃窜，王子则双脚发软，一动也不动。当公主从棺材里站起来，王子却吓晕，掉进棺材里。王子醒来后，小矮人和白雪公主对他说明情况。公主说她不会坐以待毙，她要对皇后反击。王子也答应帮忙。隔天一早，一行人就出发前往皇宫。失踪已久的公主一进城就引起骚动，他们直接进入皇宫寻找皇后。公主看到皇后正走进放置魔镜的房间，立刻对着皇后背后射了一箭。那支箭射中皇后的右边耳环，咚的一声插在房门上，皇后耳朵也流出了血。皇后叫了一声，回头一看，没想到又是白雪公主。皇后赶紧冲进房间，正要关门时，被公主一斧头将门劈开。皇后双手都受伤。皇后倒退了好几步，直到魔镜旁边。她也从墙上取下一把剑，对着白雪公主。魔镜说：“快杀了白雪公主！只要她一死，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了！快杀呀！举起你的剑砍她！”在这紧张时刻，王子问魔镜说：“魔镜，你为什么要皇后杀白雪公主呢？”魔镜回答：“只要白雪公主一死，皇后就不必再问我谁是最美的女人了。她问我好烦啊！”皇后说：“原来你只要我杀白雪公主，就只是嫌我烦。”魔镜说：“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魔镜，上知天文，下通地理，而你却只会问同样的问题。”皇后顾不得流血的伤口，两手叉着腰和魔镜吵了起来。他们终于有了别的话题。最后，皇后和魔镜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向白雪公主道歉。白雪公主接受了他们的道歉。为了庆祝白雪公主回来，整个王国狂欢了3天3夜。皇后和魔镜也吵了3天3夜。虽然相识的时间短暂，但王子已经爱上了白雪公主，只是有时还会梦见白雪公主从棺材里站起来。好的，这就是我改编的白雪公主。喜欢的观众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